韩国不敢招惹的5个国家都有谁？第5个，美国。如果不是美苏争霸，韩国这个国家怕是没资格出现在朝鲜半岛。李承晚被美国当作傀儡扶持上位，驻韩美军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韩国，建立了一个离朝鲜和我国都超近的军事基地。韩国害怕美国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神秘无处不在，今天跟随神秘哥的步伐，一起揭开韩国不敢招惹的5个国家的面纱。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，韩国进入了军统时代，创造了汉江奇迹，在经济上成功超越了朝鲜。此时的朴正熙非常飘然，一心想要研发核武器，被美国发现后，以撤离驻韩美军进行威胁，韩国立马停止了研究，就连秘密的地下研发都捣毁了。要知道韩国本身的战斗力就不行，朝鲜战争爆发时，要不是有美国联军加入，别说朝鲜打到首尔了，打到济州岛都不成问题。有了驻韩美军，军队指挥权就都在人家手上了，还提什么有实力的军官和军队？再加上韩国经济的几大支柱体财阀，真正的操盘手也是美国资本，韩国怎么会不害怕呢？害怕美国军队撤离，失去安全感和韩国宇宙第一的自信感，失去让韩国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。用火炮绑架首尔人的朝鲜，侵略了35年的殖民者日本，韩国为什么不敢招惹这2个国家？第4个，日本。尹锡悦上任成为总统后，做了无数件大事，最让人咂舌的还是日韩世纪大和解。要知道，长达35年的侵略殖民，让韩国人从血脉上被日本压制了。更何况小小的岛国野心也不是一般的大，时至今日都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心里始终想着继续侵略。同样是美国的小老弟，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就是要比韩国强很多。要不是美国在上头拦着，韩国怎么敢和日本相提并论呢？就连日本搞核废水入海、砒霜泄露这些没人性的事情，韩国人都不敢吭一声。第3个，朝鲜。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朝鲜始终认为韩国是美国掌控下的傀儡政府，从没有承认过韩国的独立。要知道，一个疯子国家真要动起粗来，那就是不要命的。而且面对朝鲜的压制，韩国根本就不占优势。在朝鲜战争上的停战协议，韩国连签字的资格都没有，要想占便宜那就更加不可能了。当初朝鲜只在三八线部署了火箭炮群，能直降距离三八线40公里的首尔，只要韩国敢招惹朝鲜，首尔就能在瞬间变成火海。更何况朝鲜手上还有核武器，韩国怎么能不怕呢？美国威胁撤离驻韩军队，为何韩国会害怕？是害怕旁边2个可怕的邻国吗？第2个，俄罗斯。俄罗斯这个巨无霸国家横跨亚欧2大陆，和韩国只隔了一个朝鲜，就已经让韩国难以应对了。一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的最大继承者，给韩国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，再加上美俄敌对关系，韩国就能想到和俄罗斯的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了。再加上尹锡悦上任后变本加厉的讨好美国日本，企图戳俄罗斯的脊梁骨，结果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直接喊话尹锡悦，就等着俄罗斯先进武器装备进入朝鲜半岛吧，吓得韩国外交使疯狂道歉。这不是刻进骨子里的害怕是什么？第1个，韩国害怕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呢？看看尹锡悦急不可耐的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就懂了。当初可是我们的志愿军进入了朝鲜半岛，击退了老美联合军。韩国除了口嗨还会什么？偷吗？没有文化底蕴就各种偷我们的东西。要是老美撤退军队，没有正规军保卫的韩国和全球第3的军事强国中国抗衡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说主动招惹了。也就是在极度依赖美国的情况下，韩国才敢狐假虎威的挑衅我们。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，关注神秘科普院，神秘哥带你解锁大千世界。